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？估计得多待一阵儿。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，我想回来创业试试，也多陪陪你们，还有老领导啊。创什么业啊？新能源。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？过了，姐，这你可就外行了啊！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。你想象一下啊，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，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！说的也是，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。这就是你智商不够。哎，你别反驳啊！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。姐夫，哎，到时候去北京，咱俩合伙啊？合啥伙啊？哎，你就甭管合什么伙，你合不合吧？必须合，那就行。我得感谢你啊！我这个工作呀，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，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，一直，人都快给我出名了，都瞅着他面子呢。姐夫，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。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？哎呀，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，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。哎呀，这是到底是博士生，太会说话了。哎，不管怎么着，感谢啊，衷心感谢。一家人，那也你们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豆豆生日快乐。许个愿吧。领导，明天一早上班，先来趟商检办公室。啊，咋了？你的离职报告，张姐要签字了。好，感谢领导，领导明鉴。哎，吃蜡烛吧。吃蜡烛，吃蜡烛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，宝贝儿，许的什么愿？我写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，姥爷也早点退休。啊？这样姥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太懂事儿了。好了，洪亮同志，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，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。哎呦，这么着急啊？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，组织流程，在你离职之前，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。哎呀，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？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？你都说出来。还有，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？只要在不违反政策、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，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。我最近就发现啊，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，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，有点磨磨唧唧，甚至说耽误工作。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，组织流程，在你离职之前，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。哎呀，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？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？你都说出来。还有，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？只要在不违反政策、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，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。就进11部以来，一个朋友没交下来，这个组织解决不了，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。都挺好。我调到咱们省院，
年头也不算太短。哎，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，走了好几个部门，是这几年才到的11部。项群专委一直很照顾我，他人也好，真的感谢。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，毕竟刀刃向内嘛，就是其他部门的同志呢，难免会说对我们呢，就比较谨慎，理解。哎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，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，这，反正也不是我一人事，有他替我顶着呢，挺好，真的挺好的。哎呀，刀刃向内，刀，快刀斩乱麻。但是说快呢，我最近就发现啊，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，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，有点磨磨唧唧，甚至说耽误工作。吴亮，你说谁磨叽呢？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，先不要敏感了。你就比方说啊，说这个我在中经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，等这么长时间了，那结果呢？你再比如说啊，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，哎，我也交了，也等这么长时间，那结果呢？你再比方说啊，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，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，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，那结果呢？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，人家来问，结果呢？结果说他让人等等。哎，你跟死者家属，你跟人说等等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？你不用敏感了，就说的是你。洪亮同志，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，也很真实。你刚才提到了水样是吧？好，水样在这儿。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，我可以给你看。张姐，东平那份呢？在东平市公安局啊。我没对比，我看他干啥呀？你问得很好，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，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？把这份拿过去，让他们自己查自己。把那份拿过来，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。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，对吧？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喝口水啊！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，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，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1/5乃至1/10。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，是吧？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。对，领导说的都对。很荣幸啊，就是走之前呢，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，受教了。吴亮，你阴阳怪气的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就走人。哎，等等，湘军同志，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。我希望你把话说完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，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。好，张姐，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，如果您不打断，
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。首先，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，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。进入青城跨区隧道，我们已经提前绕路过来，可以在隧道出口堵住他们。收到。C 组进隧道跟上 ，A 组确定目标车辆后随时报告情况。B 组通知附近警亭的同事，在隧道出口最近的路段设卡。苏队，情况不对，我们在马有芳的车里只发现他一个人，卓文杰不在车上。马上截停目标车辆，把人摁了。收到。苏队也是这个意思。B 组查看目标车辆经过隧道的3分半里所有进出隧道的车辆信息，务必查到哪辆车转移了庄文杰。B 组收到 ，C 组收到。厨子，你说马杆他没事吧？应该没事，警察又没证据，只要马哥咬住不说，我看他们能把人关多久。哎，那红魔拿到了吧？放心吧，早拿到了，但是箱子里多了样东西，红姐也不知道干嘛用的。那还不简单，问问这小子。问问他。小子呀，我问你，周文杰，初次见面，你可以叫我红姐。抱歉啊，我这手在后边靠着呢，没法跟你握手了。不愧是庄耀白的儿子，还挺淡定。你认识他？只闻其名。说起来呢，庄先生还算是我尊敬的一位前辈。所以说，只要你乖乖的配合我，等我把手上的事情做完，我不会为难你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把手和脚的铐子给解开啊？反正我被你们关起来也跑不出去啊。我可没那么多人手专门来看着你，你就先委屈点吧。你亲自来找我谈话，应该不是为了来安抚我的吧？你真的是很聪明。有人跟我说我定做的红魔在你手上，起初我还不太相信，看来你确实是不简单的。庄文杰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不是你们要的东西吗？我能不能问你个事儿啊？是谁告诉你红魔在我这儿的？走吧。
问出什么来了没有？马有芳嘴很严，只说庄文杰和他是朋友，两个人见面聊了聊天，准备一块儿到青城市郊的农家乐吃饭。过隧道的时候，庄文杰说有事，临时下车拦了出租车走了。胡扯，这一定是胡扯！我告诉你，庄文杰肯定是受他胁迫才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要务要找到庄文杰人在哪儿。第二，隧道进出车辆跟踪的情况怎么样？你得告诉我。先不说这个啊，你怎么确定庄文杰就是被胁迫的，而不是跟走私集团有关联呢？如果按你的说法，他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，那这些人费尽周折要带他走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怀疑红墨在他手上，可能，我说可能在庄文杰手上，都是我自己瞎分析的，行吧？自己瞎分析，你别当真。罗坚，我认为就在他手上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丁生火专门暗示庄文杰去逐浪游泳馆拿东西，他有可能还真去了，并且碰上李淑婷了。我猜甚至他们发生了冲突。但是我敢肯定的一点，他没有把东西给到任何一人，他没有自己站队到任何一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李淑婷在整个月审案当中没有用到这个东西，是先交付才调的包。罗坚，你说，如果你之前就有这样的判断，为什么没有跟我们沟通？还有，庄文杰隐瞒藏匿重要证物，知情不报，你又凭什么给这样的一个人打包票，保证他没有和走私集团勾结？不是他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？我要一桩桩一件件都跟你讲清楚吗？他之所以犯了所谓的错误，是这个丁生火设计之后他跳进去的。我信这个孩子怎么了？你凭直觉做事，受感情影响的性格一点没变。罗坚，请你记住，你是警察，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不光是要调查庄文杰在哪儿，更重要的是查出李安福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，防止那批重要文物外流。文物就是个东西。我不是救人重要还是救东西重要？都很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查清真相，让罪有应得的人都绳之以法。哎，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爸爸想考考你，这上面的线呢是一次性的，但是爸爸想用它来扎电视后面的线。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把它打开吗？我成功喽！干什么呢？老实点！干什么呢？老实点！我想去厕所，放我出去吧，憋不住了。开门进去，让这小子消停点。开门啊！我哪有钥匙你开？不是，厨子没给你钥匙啊？我以为厨子把钥匙给你了呢。算了，这小子也消停了，你应该没事。手也捆着，脚也捆着，这门不是还锁着呢吗？他还能跑了不成？这里空气太差了，咱们呀出去透透气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这小子真能折腾，老实点！哎，快走吧！
马有芳黑色奥迪的行动轨迹我们已经查出来了，是3天前从余江市经清江高速开到青城的，之前一直停在光华路附近的一家商城的地下停车场。今天上午9点13分的时候，被红姐犯罪集团的成员于田开到光华路辅路上，然后就是固定时间段经过隧道的车辆排查。马有芳的车上应该是有干扰器，导致监控信号中断。我们无法判断马有芳的车辆大概在哪个路段停留，只能靠我们大致的推测，有可能将庄文杰转移的车辆有11辆。我们的人现在还在交通队那边细查这些车辆的行动轨迹。至于李安福那边，我们盯了1天了，他好像待在酒店里，一直都没有出去过。你们手脚轻点儿，都小心点儿。对，进去。请放啊！哎，这可是要出口的建材，弄坏了得赔美金，知道？哎，哥们慢点啊！啊，好。哎，说你慢点儿。哎，怎么开车的啊？慢点开。哎，知道。都是贵重东西。知道。哎，还有你，过来，往这边来。还有。可以。这儿多清静。一会儿还得忙去，刚你忙完这会儿吧，成天跟这帮傻帽待在一起，憋在仓库里，闹死我了。你再看看李安福，天天说大酒店，泡妞就完成任务了。人家是先生那边派来跟咱们合作的，要不是他帮忙，咱们这趟买卖也没这么顺。你少抱怨2句。反正也最后一次了。啥意思？我跟你说啊，厨子哥有一次喝多了说，红姐想踢了先生，自己去能落山。其实我就没弄明白，你说那一破画有什么可折腾？你懂个屁！先生看中的东西，肯定价值连城。随便吧，赶紧忙完就行。走吧，咱俩看看大家。哎呀，这小子没动静了，看看去。站住！里边人跑了！在那儿呢，给我追！快！站住！哎！下面的，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追跑！站住！哪里？快！哎，这儿，快！走！啊！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嘘，去中间看一下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！好！这边。外星人，快点，别让他跑了！这屋呢？开门！快点！站长，我们站长，快走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快！
怎么了？你连个学生你都看不住吗？给我去找去，找不着我弄死你！红姐，庄文杰跑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庄文杰很有可能去找警察去了。叫李安福，提前行动。是。提前行动。刚接到消息，李安福出酒店了，一辆豪车专门来接，车牌要登记信息，我的人已经去查了。那他这边有动作，是不是就说明红姐那帮人开始执行计划？关键是咱还不知道这个红魔啊要用到什么地方。我的人跟着他，看看他去什么地方再做判断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有一条小担心啊。罗队啊，庄文杰来了，他说要自首。啊？你说你被限制了自由，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还有，红魔为什么在你手上？这些我都会交代清楚，但是现在时间紧急，红魔已经被红姐他们带着离开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，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他们的目标。没错。你是来自首的，交代你的问题就好。也对。我是被戴着头套进去的，手机也被没收了。但是我逃出来的时候听到了汽笛声，出来之后呢，发现确实是在沿江的地方，我就往外跑，跑了大概有6、7分钟吧，中间还穿过了一个小树林，才到了有大马路的地方。然后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的司机告诉我说，那个叫四德码头仓库。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四德仓库的租用信息。哦，对了，我在里边的时候还听见红姐他们手下的对话，说是跟一个叫先生的人在合作。这个人，你们也可以调查一下。我们怎么调查不用你提醒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苏队。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线索。我们跟李安福的车到了一个码头，他们俩换成了一艘豪华快艇离开了。我们已经联系了水警部门协助我们，也调查了那艘船的登记信息，登记人是叫杨勇。可梁落花名下有游艇，他们怎么会用到杨勇的呢？我们联系了海警部门，想办法追踪上他们。我逃出来的时候，看见门口他们雇佣的工人在往车上搬好几个那种木箱子，木箱子上面标注的是建筑用的承重砖，上面还有砖的规格。砖？查一下梁洛欢跟杨勇的社会关系，要快，有消息直接发我手机上，快去。是。怎么了？有一个新闻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说有一伙盗墓的，把这个棺椁上面的浮雕啊都给切割了，然后用那种空心材质的东西给搬出来了。到了目的地之后呢，再整体复原。他刚才说，他看见四德码头上工人运的是砖，如果要是空心砖，这帮人会不会就这么干？现在的关键是运输渠道，我猜红魔一定跟渠道有关。是红姐吗？梁小姐派我来接您。红姐，车到了。您请。
庄文杰，审讯暂时先到这里。罗队，之前对你有所隐瞒，对不起。我的人刚刚查到，梁洛欢的父亲有一个至交叫杨勇，杨勇夫妻没有孩子，就把梁洛欢当做自己女儿。杨勇怎么听这么耳熟啊？杨勇是你们青城市的船王。对啊，他名下10万吨级排水量的船有3艘呢。所以说，李安福在这个时候接近梁洛欢的目的，那有可能就是想让船王帮他运送这个建筑材料。啊，那得赶紧通知队里查杨勇公司今天出港的船只。姐，嗨，欢欢，这是我姐。姐姐好。你好，总听我弟弟提起你。你说这次啊，要不是麻烦你，我们还真是没法准时把这批货交到对方手里。谢谢你哈，乐欢。哪有什么谢不谢的呀，都是帮俊涛救急嘛。不过姐姐这次真的没有必要亲自派下面的人来压货。我们的货轮啊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货物安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不是担心货物，是想着已经麻烦你们帮我们改了航线了嘛，安排2个人上船，就想到了地方以后，尽快的和对方去对接，这样不耽误你们太多时间。还是姐姐想的周到。那我们上船吧。走吧。哎，好，走。2位里面请，这边是你们的房间。里面有电话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就不打扰2位休息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杨勇还帮一些港澳台的富商做珍贵艺术品的报关和运输。他有一艘货轮金良号，每个月都会帮一些正规拍卖会和艺术展运送跨海的拍品，这些珍品都价值不菲。报关后会被放在杨勇船上的特制金库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金库只能由金良号的船长杨勇的虹膜扫描开启。所以说，他们伪造的虹膜是金良号船长杨勇的虹膜。没错。接近梁洛欢就是为了利用杨勇货轮的金库。除了棺椁，那些陪葬品他们肯定也想一次运出海。金良号的金库是他们最好的掩护，只要在里面的东西报关后，他们利用虹膜偷偷打开金库，将陪葬品夹带进去放在里面，这样就能在船长的眼皮子底下让正规货轮合法的帮他们干非法运输。明白。罗月，这故障灯怎么亮了？不应该啊！来看看。9634，怎么回事？走去看看。走。
李总啊，你就放心吧，这货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是，这次呀还真是多亏了你们，主要是时间太紧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对了，船上那2个小朋友帮忙多关照一下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多少有些不放心。好的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怎么还说2家话呢？哎，你们2个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让我这个做叔叔的早点喝上喜酒。杨叔叔，您说什么呢？杨叔，欢欢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哎，这样吧，等您忙完这一趟回来以后啊，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，我和洛欢的爸爸就把婚事给定下来。好啊。好，再次谢谢您啊。没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那就这样。别动！我们在船上发现了分割成建筑砖材的棺椁浮雕，金库里也发现了被盗的陪葬品。你的同伙已经全部落网，盗窃、走私他们都交代清楚了。你说说月神之泪吧。什么月神之泪？丁生火你认识吧？算认识吧。有的时候找他帮点忙，介绍点道上的手艺人认识。我们抓到的苍蝇交代，红魔是丁生火找他做的，真正的委托人其实是你吧？那掌纹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你们要的东西吗？丁生火找苍蝇不光做了红魔，还有一个掌纹。我说警官，你把我给绕晕了。我没让丁生火做什么掌纹，可2样东西是放在一起的，约好去取的是李淑婷，掌纹也是李淑婷打算偷到月神之泪的重要工具。你说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？月神之泪不是我让李淑婷去偷的，李淑婷到了青城之后，她就没跟我联系过。那我问你，既然李淑婷很久没跟你联系了，李淑婷身亡，知道庄文杰身上有红魔的只有他，你们又是怎么盯上庄文杰的？我明白了，我被他利用了。说清楚点，被谁利用？丁生火答应帮我做红魔，却安排李淑婷去取，其实就是故意把月神庵栽赃给我。李安福跟我合作之后，故意制造出命案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盯上我。什么狗屁合作呀！他就是为了把我卖给警察。他？你说的这个他，是不是被称作先生？你们是怎么知道先生的？是不是红姐说的？